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可能充满很多争议，但是我想了想，决定还是要讲。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，曾经有一座被称为东方巴黎的城市，它的名字叫做新京，也就是今天的长春。它在1932年至1945年的满洲国时期，被规划为一座现代化的理想都市，拥有当时全亚洲最先进的基础设施、最完善的城市布局，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时的东京、上海和北京。在1932至1945年间，新京是满洲国的首都，被打造为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城市之一。在短短13年的发展下，这座城市的经济、城市建设、工业水平、基础设施都远超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，甚至与东京、纽约、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并驾齐驱。在当时的中国，绝大多数城市仍然依赖公厕和手动集水，而新京的市民已经享受到了普及化的自来水供应，每家每户的冲水马桶，甚至中央供暖系统。这种生活质量甚至比当时的东京、伦敦的一些地区还要先进。新京的城市规划采用了放射状与环形结合的设计，类似于华盛顿和巴黎。城市内部铺设了电车轨道，通勤便捷，人们可轻松穿梭于城市各区。新京不仅连接哈尔滨、沈阳等东北核心城市，还能直接通往北京、上海，甚至日本和朝鲜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新京，宽敞的马路上已经有了大量的汽车，而那时的中国其他大部分城市仍然是以人力车和马车为主。新京的建筑群极具特色，欧式建筑、中式宫廷风格与现代主义建筑共存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满洲风格。政府机关大楼宏伟庄严，例如满洲国国务院大厦，现在名为吉林大学地质宫，至今仍是长春的标志性建筑。新京有规划良好的住宅区，配备绿化带、公园，甚至设有专门的文化娱乐中心。市区内有现代化的百货商场、电影院、咖啡馆，甚至还有当时极为少见的霓虹灯广告，与当时的纽约、日本银座不相上下。满洲国时期的新京不仅是行政中心，更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。在飞机制造方面，有当时世界排名前列的满洲航空公司，生产战斗机和民航机。在新京附近聚集了大量钢铁、机械制造、化工企业，推动了东北工业体系的完善。另外，新京还设立了多所大学、研究机构，为当时的东亚培养了大量科技人才。讲到这里，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国家的100年前都是什么样子的。法国。德国。Nur ein Blick, schon spür ich tief in mir. Was hier passiert, ist Bestimmung. 美国。印度。
中国。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新京的样子。而这是1949年的北京的样子。曾经是帝王之都的它，已经褪去了昔日的辉煌，变成了一座衰败、落魄、满目疮痍的老城。昔日的皇家宫殿已经无人问津，红墙斑驳，金色的琉璃瓦上覆盖着厚厚的尘土，门前的石狮子也失去了昔日的威严。曾经统治中国的大清皇帝早已离去，紫禁城里只有空荡荡的宫殿在晨曦中静静地伫立。北京的街道狭窄而破旧，胡同深深，院落斑驳，房屋倾斜，大多数人住在低矮的四合院里，房顶的瓦片歪斜，墙上爬满青苔。冬天的寒风吹过胡同，带起黄土和枯叶，整个城市都显得苍凉而寂寥。大街上几乎见不到几辆像样的汽车，路上最多的是人力车，车夫衣衫褴褛，满脸风霜，汗流浃背地拉着客人穿梭在街巷之中。老旧的电车缓慢地在轨道上晃动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叮叮作响的铃声回荡在低矮的房屋之间。当夜幕降临，北京陷入一片昏暗，只有几盏昏黄的油灯和少数路灯在街头微弱的闪烁，大部分人家连电灯都没有，屋里仍然靠煤油灯照明，街头巷尾弥漫着煤烟和尘土的味道。东四、西单、前门的大大小小的市场里，商贩们摆着简陋的摊位，售卖一些粗粮、杂粮、干菜，偶尔能看到几块干巴巴的咸肉。米价飞涨，很多人连一天3顿饭都吃不起。穷苦人家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，排着长队等待买几斤最便宜的粮食。北京当时几乎没有像样的工业，少数工厂设备老旧，生产力低下，许多工人失业，依靠在街头做零工或摆摊勉强为生。过去繁华的天桥、前门大石烂，已经不复昔日的喧闹，戏院门口冷冷清清，只有几个艺人蹲在门口抽着旱烟，等待着零星的观众。1949年的北京虽仍保留着千年古城的风貌，但它已经满目疮痍，经济萧条，百姓生活困苦，城市基础设施落后，显得破败、寒酸、落寞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在这里不妨大胆畅想一下，如果满洲国一直存在，并延续当时的高速发展，如今的新京是否会超越东京、新加坡，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？今天的新京市民收入和福利会比中国其他城市高多少？首先，我们对比一下上个世纪30年代新京的工资水平和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的收入水平。具体的年份，我们选择1937年来进行对比，明显看出新京的普通工人、技术人员、商人、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远超当时中国的其他城市，并且城市居民享受着比上海、北京更优越的生活条件。新京工人的月薪是北京的6倍以上，上海的3倍以上，而技术工人、公务员的收入几乎接近东京水平。假设新京按照当年每年5%至8%的经济增长持续发展到今天，它的 GDP 人均收入将达到世界顶级水平。按照这样的发展轨迹，2025年的新京很可能成为世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，甚至比肩纽约、新加坡，甚至超越东京。其次，我们来对比一下新京跟中国其他城市的福利制度。上个世纪30年代的新京已经拥有了免费医疗，公立医院覆盖广泛，远超当时的中国其他城市。北京、上海当时医疗资源极度紧张，而新京已实现医疗体系的现代化。
同时也拥有城市公寓补贴制度。日本、朝鲜、中国的居民可以获得低价租赁现代化公寓，而当时的北京、上海平民只能住在破旧的棚户区，还拥有免费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补贴。新京有一批现代化大学，很多中国学生可以低学费甚至免费接受高等教育，远远领先当时的中国其他地区。新京的自来水、电力普及率接近100%。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、上海很多地方还在用井水，而新京几乎所有居民都能用上自来水、电力、煤气，甚至拥有中央供暖系统，同时拥有现代化公共交通系统，有轨电车、巴士系统已经覆盖全城，比当时的上海、北京更加先进。如果新京的福利制度延续到今天，它很可能拥有类似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体系，比北京、上海的生活质量更高。对比现代中国的主要城市，如视频中所示，如果新京继续发展到今天，它的福利制度很可能比上海、北京更完善，甚至达到北欧国家的水平。总体而言，新京会成为亚洲最强城市之一，收入水平比肩纽约、新加坡，远超北京、上海，生活质量堪比北欧，享受高福利待遇。经济、科技、工业、交通全面领先，超越东京、香港，可能成为全球最宜居城市之一，比今天的长春富裕100倍。然而，这只是一个大胆的想象，这样的新京或许存在于另一个平行宇宙里。视频的最后呢，仅持音乐分享的观点，分享一首满洲国时期的国歌。感谢收看，不舒服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骂我。